皇上看上去累了。朕被大臣们聒噪了2个时辰，又被皇后请来听她哭诉请求。这许家一个公主啊，竟让前朝和后宫闹得如此厉害。太后和皇后身为人母，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。一个是女儿，一个是妹妹，朕都舍不得。若非要一个嫁到蒙古去，朕很为难。若是横提不嫁，非要景色去，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，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？皇后娘娘有齐太医看顾着，皇上也不必太担心。许嫁之事，过些时日，太后和皇后都会想明白的。皇上到时候就会有个决断了。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儿臣身子欠安，未能成婚定省，已是礼数不周，哪还敢受皇额娘的东西？哎，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，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。瞧瞧，这几颗珍珠颗颗圆润。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，但景色到了年纪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她添嫁妆吧。来，福家。哎，皇后娘娘，巧了，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。苏烈，儿臣不惯奢华，唯有手头这对彩金鸳鸯，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先帝所赐，最为珍贵。如今，恒提长公主要许嫁科尔沁部，儿臣特意奉上，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奁增色。茶水凉了，福家，换杯热的。是。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，比起那些庶妹，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。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，且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敬公主，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，自然是她嫁与科尔沁部最合适。景色年幼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？儿臣把她留在身边，好好教导几年，等出落得有模样了，再嫁也不迟。你等得了，蒙古等不了。自古慈母多娇儿，景色出嫁成了人媳，自然就懂得规矩了，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求娶公主的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，地位尊崇。这不县城有恒提妹妹吗？唯有景色出嫁才堪匹配。论长幼，恒提年长，又是景色的姑姑，自然是长辈先嫁，再考虑晚辈的婚事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。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，朕的心就不安。皇上，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，听说2位主子有点杠上了，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缓些。杠上了，朕去瞧瞧。朕要是去的话，皇后跟皇额娘
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，朕不能去。皇上，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也是不妥啊。皇后浮躁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朕避着皇额娘都来不及呢，皇后却自己送上去。李煜，去请皇后回来。皇上，两位主子在呢，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？无用的东西。是。皇上，要不这么着，皇后娘娘病着呢，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，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甚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会让皇娘认为皇后病着、糊涂着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。是。皇上，张廷玉大人求见。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？如意，你去屏风后面暂避。是。让他进来。这。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，还要再远嫁一个。皇后，你是哀家的儿媳，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？儿臣不敢。皇额娘，永从心上，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，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，也要为了永从敬爱。你是嫡母，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你的子女，可是恒提是哀家膝下唯一的女儿了，没了她，谁为哀家尽孝？皇上知孝，便是恒提妹妹嫁去科尔沁部，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。而且，儿臣身为皇嫂，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标有梅，其实七夕。”求我数十，待其吉喜。恒提妹妹已经到了标梅之期，不该再耽误婚期了。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！当年那么多波折，差点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府近，成了皇后。若真如此，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，该是贤贵妃。若是贤贵妃成了恒提的皇嫂，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？贤贵妃无子无女，那蒙古求娶，能嫁的便只有恒提妹妹。皇上也不必被臣子们力谏了。好，好，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，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。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。微臣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，你胆敢擅闯！太后请息怒，皇后娘娘乃是抱病之身，体育须乏力，必须得按时吃药，否则的话，凤体难以承受。是啊，太后，皇后娘娘该喝药了，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。皇后，你殚精竭虑，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，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远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，与皇上白头偕老，看着女儿出嫁。好，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。娘娘，你要撑住啊！本宫当然要撑着。
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下旨让恒提出嫁为止。您刚刚顶撞太后的样子，奴婢看了实在害怕。为了景色，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，也要把她留在身边。臣想来想去，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，还是实在不妥。恒提是嫡公主，有何不妥？皇上细想啊，端淑长公主嫁到了骁勇善战的准噶尔部，那么恒提长公主若再嫁到尊贵富庶的科尔沁部，那么蒙古宗亲中的2大部落，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？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，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或许和敬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。皇上反过来想想，朝臣们的反对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，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。罢了，朕认输，不下了。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。朕想到前朝的事情，心就烦。讷亲带着朝臣们，极力主张嫁景色，不嫁恒提。张廷玉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，他为朕思虑，也说要嫁景色，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。应该是。张大人的话，臣妾昨日也听见了。如若恒提真的嫁往科尔沁部，增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。这为父为子，为夫为兄，又为95之尊，许多的决断，确实让朕为难。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，对和敬公主有着父女的血浓之情。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，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皇上既然在意科尔沁部，想和他们密不可分，那就只有将自己最信任的人嫁过去，才是最好最稳妥的。朕当然知道，让景色嫁过去最为合适。可皇后才失了永从，朕怎么忍心让她再承受生离之苦呢？臣妾知道皇上的忧虑，但是国有重用，公主先是帝王家臣，才是父母之女。这件事情，容朕再想想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在御书房外求见。他定是为了此事来求见，他呀，肯定会为皇后母女说话。既然傅恒大人求见，皇上不妨听一听。讷亲他们进宫劝阻恒提远嫁蒙古，皇帝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？太后别急，您得沉住气。皇帝都几日没来请安了，有心避着哀家呢。有些话哀家说不得，但须得有人去说。太后是指淑嫔和梅嫔？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讷亲他们在前朝里进言，这后宫的枕边风也要吹起来。可惜呀，淑嫔她情痴根本用不上，梅嫔倒是有心，就是笨嘴拙舌也说不到点子上。皇上近来一直心焦，眼下恐怕只有娴贵妃才能在皇上跟前说进去话。要不要奴婢把娴贵妃找来？咱们主动去找她。但是哀家还不想给她这个脸面。是。不过太后，讷亲大人在朝中可是一直力劝皇上不要许嫁横提长公主的，可私下里也劝过您。其实，横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，毕竟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。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些，哀家怎能不知？可所有的好处堆到一块儿，都不及孩子在身边要紧。当年横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，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可如今，哀家正日活在对横绰的思念之中，身边唯一的横提还有可能再要被远嫁，哀家顾不得那些好处职责了。此时的哀家，先是个额娘，再是太后。娴贵妃来给太后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太后。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呀？臣妾是晚辈，是来替太后解忧。前朝大臣们都劝不动皇帝，难不成你想去劝劝他？朝臣们怕是没劝在点子上，倒是张廷玉张大人来面见皇上，说了许嫁和敬公主的好处。皇帝听进去了？臣妾不知。不过臣妾恳请太后知会朝臣们，历承横提长公主下嫁的益处，极力劝谏长公主远嫁。娴贵妃，您这不是戳太后的心窝子吗？不仅如此，太后还要自己递风出去，让皇上知道，太后已经知道了下嫁长公主的益处，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。哀家自己去说，要许嫁横提。是。当然，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，而是想帮太后把长公主留在身边，所以恳请太后行事，前朝后宫齐力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横提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皇后是额娘，即便她知道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势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。这时候太后和皇后谁先定下心来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耐不住，必会给皇后施压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
怕他也无可奈何。哀家小瞧你了，